分享一个故事，是我们在泰国的一间台系的工厂。那这家工厂里面，他就说，其实我的标准其实是很完整的，然后我的 SOP 跟效率其实我都很高。可是他们面临到主要的问题，是因为这一次感受蛮明显，是泰国的工厂，他们对于不论是 AI 相关或是数位转型，他们想要用更多的数位化或是智慧化的工具去改善他们的生产流程或是品质的检测，这个的需求其实是越来越强烈的。泰国的数位转型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工厂厂房其实整个的 layout 跟环境是非常整齐尤其是在日系的厂商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但是其实在这样的工厂里面，它的数位化程度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低。台湾的其实在制造业的人力，其实在作业员这一块也已经很多是变成是外籍的移工。那我们的想象里面会觉得说，好像到了东南亚，到了泰国，那他们应该都会是本土，所以作业员跟管理层在沟通之间，其实问题可能不大。对，那我们发现其实这件事情在泰国跟想象的蛮不一样。除了主管跟作业员之间的沟通，作业员彼此之间又来自很多不同的国籍，还包含像是柬埔寨然后孟加拉，甚至是印度，所以变成说他们工厂里面的组成其实是非常多元，从operator engineer 到 manager 其实可能都来自不同的地方。那这一点又导致说他们在员工教育的时候所需要花费的 effort 其实是很大的。分享一个故事，是我们在泰国的一间台系的工厂。那这家工厂里面，他就说，其实我的标准其实是很完整的，然后我的SOP 跟效率其实我都很高。可是他们面临到主要的问题，是因为每天早上我的工程师开线的时候，不太知道说今天到底会有多少人工作，他们可能会临时的请假，那我就要去从其他的产线拉一个人来这边说，那我教你今天这条线这个工站要怎么做。他们其实有 SOP 纸本的一个 PDF 是用英文写的，哇，那对太极的员工来讲，我要去跟上，要去 catch up， 其实没有这么容易。所以他们的工程师每天早上的行程可能都是耗费在训练新的员工，那他们要确保说我的品质是够好，所以他们就蛮期待说，我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让我们的作业员更快速能够 onboarding 的工具。泡面我们能够提供的像 dynamic 的 work instruction， 透过 AI 的方式让你的数位化变得更容易，或者是更多的人力安排那他们的 engineer 的数量其实比台湾的工厂多非常多，每个国籍的 engineer 自成一区就太极的可能占一半，然后会有一区是印度，就变成是我还要花额外的人力然后去训练完之后还要监督看他有没有做错。他们觉得说，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视觉的方式，让他们我上手容易，然后也不容易出错。